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梁婷发表声明谈肖战诚意，劝和纷争，诚意外貌平平，肖战演技不足。诚意领衔的《富山海》播出，但火的更是肖战主演的《藏海传》。最近诚意的新剧《富山海》火得不行，直接炸开锅了。这部剧可是3个大平台投资上亿打造的年度大剧，别说是玄幻穿越男频剧了，除了张若昀的《庆余年》之外，真没几个能跟他比高低的。不过这些都只是前期的铺垫，等剧一开播才明白什么叫做期待越高失望越大。诚意的台词让人挺失望，剪辑又显得乱七八糟，导演不知是不是没救了。整体来说，这部剧目前看下来基本算是败了，达不到平台的预期。就在这个时候，肖战的粉丝不知道怎么搞的，也跟着搅和进来了。两边粉丝在网上展开了激烈的骂战，从代表作、长相、声誉各方面比个不停，连业内的人士梁婷都被逼出来劝和，局势就这么变得愈发火药味十足。不过大家都明白，粉丝间的骂战可不是谁说句好话就能止住的，就算是正主都管不住那些粉丝，又怎能指望他们能乖乖听劝呢？说到肖战和诚意，可能很多人一开始不会把他们扯到一块儿，但从演戏的方向和粉丝的圈子来看，这俩人算是争抢资源的冤家了。这种天然的立场，让粉丝们对对方都挺警觉，甚至会故意避开彼此的圈子。不过，这份表面上的和睦在2024年的某天突然被打破了，原因也不在肖战和诚意之间有啥矛盾，而是肖战粉丝和诚意粉丝之间起了争执。到底是谁先动的嘴，早就查不到了。不过最搞笑的事儿就是，可能两位演员都互不太认识，可粉丝们倒先打起了口水战。为什么单个粉丝的行为会扩散成整个粉丝群的对抗呢？原因就是粉丝们互相攻击时，常用的手段就是曝光对方核心人物的丑照或黑图。这两家现在真的是拼得不可开交，虽说比不过现在气势这么大，但那些零散的小规模战斗也一直没停过。这颗炸弹一直压到2025年，《富山海》终于播出，两边的粉丝都憋不住了。谁先动手的事就不提了，说实在的，这种一触即发的饭圈互喷，也没必要讲究个先后吧，反正都开始火起来了。《富山海》前期投入可不少，号称是一部走心路子，结合古装和武侠元素的剧集。它同时得到了爱奇艺和腾讯这两大平台的支持，阵容也很豪华，从导演到编剧都是曾经合作过爆款《莲花楼》的老班底，再加上还请了提名过金像奖的武术动作导演，整体看下来，制作方面挺有看头的。这样的投资力度，使得《富山海》自然理所应当成为各大平台年度最受期待的剧集排名前列的头部作品。不过，一句老话说得好，捧得越高，摔得越狠。《富山海》刚播出2天，吐槽的文章和视频就满天飞，遍布全网。起先大家只是对《富山海》前期宣传不太满意，没想到后头诚意自己的一次采访，反而彻底扭转了整个风向。原本大家对肖战在剧里的表现就不太满意，这次他的台词大多都能听出来是后期配的，要么含糊不清，要么缺少感情。后来采访的时候，有个营销号把诚意的话断章取义，弄得像是在对观众似的，这段一发又成了把柄。本来他是建议大家不要把会员费浪费在剧集上，可结果被歪曲成他觉得自己拍的电视剧比艺术品还高，好像在告诉粉丝们看着看着可以去上个厕所或者吃个饭啥的。不过这部电视剧的水准确实不高，这一句话一出口，诚意就直接成了富山海大败的罪魁祸首。待会肖战粉丝一加入，
还真是把程毅的心狠狠扎了一刀。他们列出了程毅从出道起担任男主的所有电视剧，里面有4部都没能破万热度，被大家笑称为扑剧。俩边粉丝的争斗撕出了不少黑料，程毅的新剧一播出就遭遇各种莫名其妙的抹黑，所以他的公司和工作室在粉丝催促下，立马启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行动。原本以取证绝不姑息是工作室打算战斗的口号，结果却变成了攻击程毅的武器，再配上他角色的头像，有点像玩笑里的小丑，搞得挺有趣的。说实话，要论粉丝队伍庞大程度以及战斗力，得给肖战的粉丝点个赞。虽然肖战本人比较低调，不怎么搞营销和综艺，但粉丝的粘性、攻击性还有忠诚度，那可是杠杠的，确实挺牛的。经历了几番激战之后，圈内一位挺有名气的制片人也出面劝和，希望大家冷静点。这位叫梁平的制片人，是国内不少电影背后掌舵的头头，也得到了姜文、甄子丹、孙俪等明星的信任和重用。他还是辛芷蕾的启蒙老师，虽然两人曾经有点小摩擦，不过等到辛芷蕾在威尼斯节领奖时主动道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都没影了。这次他出来主要是想促成两家和解，可是显而易见，作为程毅之前的经纪人，肖战的粉丝根本不领情。在那位电影操作手的微博评论区，肖战粉丝的控评表现得相当出色，而程毅的粉丝呢，因为怕正主前老板的声音，反而显得挺犹豫。程毅的粉丝也不是完全没反应，虽然不能明说，但发几张图片暗示一下，还是没有问题的。关于肖战在《射雕》里的演技，他们也拿新闻截图出来推敲过，被各大官方媒体点评为五官乱飞，用力太猛。不过也就敢这么说了，毕竟前老板刚刚讲了要和平，谁会去破坏正主和老板之间的关系呢？其实饭圈真是让人头疼的地方嘛，演员拍一部戏就像在豪赌似的，赌的是制作的质量、演员的表现以及市场的反应。这次输掉了，整个网络都在骂，下一次赢了，又会被夸得天花乱坠。你瞧，《莲花楼》和《藏海传》这两部作品口碑和热度都火得不行，如今还稳坐各大榜单的前头，可谁又没有低谷的时候呢？《富山海》和《射雕侠之大者》这些戏，程毅和肖战也是扛起了大戏的男主角，但在网上也是被骂得天翻地覆。要是真有了积攒，慢慢走上发展轨道，实际上也算是演员自己走过的路。比起现在在网上一味争吵，自个儿真心去看一下哪位主演的作品，写几篇心得体会，说不定还能提升一些自己的文学修养。